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要聊一个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的事情。你第一次听到自己录音的时候是什么感受？我猜，大概率是这样的：你听到那个声音，然后愣了一下，然后皱眉，然后脱口而出：“这是我吗？这不像我啊！我的声音怎么这么难听？”然后旁边的人就告诉你，这就是你的声音，听起来挺正常的，但你就是觉得不对，就是觉得陌生，就是觉得难听。这件事几乎是一种人类的普遍体验，不管你是什么国籍，说什么语言，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绝大多数人第一次听到自己录音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感受。那这件事为什么会发生？你的耳朵是你自己的耳朵，你的声音是你自己发出来的声音，录音机录的是同一个声音，为什么听起来就是不一样，而且是难听的那种不一样？这个问题听起来像是一个可以随便搪塞过去的小问题，好像随便说一句技术原因就完了。但实际上，这个问题涉及的东西比你想象的要深刻得多，涉及到声音是怎么产生的，骨头是怎么传递声音的，大脑是怎么处理自己发出的声音的，以及人对自我认知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我们从头说起。声音是什么？声音是空气分子的振动，以纵波的形式向外传播。你说话，气流从肺里出来，通过声带振动，把振动传递给周围的空气，空气分子一层一层的相互推挤，波就传出去了。到了你耳朵的鼓膜振动，把振动转化成神经信号传到大脑，你就听到了声音。这是声音从说话人到听话人之间通过空气传播的路径，我们叫它空气传导，简称气导。但是当你在听自己说话的时候，有一个额外的传播路径，是别人听不到的，这个路径叫做骨传导，简称骨导。你说话的时候，声带振动不只是振动了空气，同时也振动了周围的组织，包括你的喉咙、脖子、头骨。这些振动通过颅骨直接传到了你的内耳，被内耳里的耳蜗感知，转化成神经信号送到大脑。所以你在说话的时候，你听到的自己的声音，实际上是两条传播路径叠加在一起的结果。一条是声音通过空气传到你的外耳道，振动鼓膜，也就是气导；另一条是声音通过颅骨直接传到内耳，也就是骨导。这两条路径叠加在一起，就是你平时听到的自己的声音。但录音机录到的是什么？录音机的麦克风只感知空气振动，它只接收气导部分，没有骨头，没有颅骨共鸣，没有颌骨振动，只有空气里的那部分声音。所以录音里的声音只是你自己平时听到的那个叠加声音里的一部分，气导那一半少掉了骨导那一半。这就是为什么录音里的你的声音听起来会不一样的第一个原因，也是最根本的物理原因。但是说到这里，可能有人要问了，那骨传导到底有什么不同？它改变了什么？这个问题才是今天这期节目最有意思的地方。骨传导和气传导的区别不只是一个传播路径的区别，而是一个频率响应的区别。也就是说，这两条路径对不同频率的声音放大程度是不一样的。我们来说清楚这件事。人的声音是由很多不同频率的声音叠加在一起的，最基础的那个频率叫做基频，也就是你的音调。男性说话的基频大概在85到180赫兹，女性大概在165到255赫兹。但在基频之上还有一系列的泛音，也叫谐波，频率是基频的整数倍。比如基频是100赫兹，就有200赫兹、300赫兹、400赫兹等等的泛音，这些泛音的组合是决定了你声音的音色，也就是让你的声音和别人不一样的那个东西。现在问题来了，骨传导对低频率的声音传导效率比高频率好很多。骨头是一种弹性固体，固体传声有自己的特点，低频振动在固体里的衰减比高频振动小，也就是说低频更容易通过骨头传进来，而高频的振动在通过骨头的时候会有更多的衰减。
所以当你在说话的时候，鼓导给你的内耳带来了更多的低频成分，让你自己听到的声音里低音更丰富，中低频的成分更多，声音听起来更浑厚、更深沉、更有共鸣感。但是录音机录到的气导声音里面这部分额外的低频增强是没有的，录到的就是空气里那部分声波，低频成分比你自己听到的少，声音会显得更细、更薄、更单薄。这就是为什么你听录音里自己的声音会觉得声音变尖了、变轻了，不像你印象里的自己的声音那么低沉有力。你印象里那个低沉有力，是骨传导额外增强的低频给你制造的幻觉，是一个只有你自己才能听到的关于你自己声音的错觉。别人从来没有听过你认为的那个你的声音，别人一直听到的就是录音机录到的那个版本，那才是你的真实声音，从外部听到的那个声音。但是你活了几十年，每天说那么多话，每天听到的都是那个鼓导加气导叠加的版本，那个版本已经在你大脑里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自我声音模板。一旦你听到录音和那个模板不匹配，你的大脑就会觉得不对，觉得陌生。就这样。好，这是第一个原因，物理层面的骨传导和气传导的频率特性差异。但这还没有解释完，因为就算我们知道了骨传导加入了更多低频，你可能会想，那只是音调有点不同，为什么会觉得特别难听？这里有第二个原因，和大脑处理声音的方式有关。大脑在处理声音的时候会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区分这个声音是你自己发出的还是外部环境传来的。这个区分在神经科学上有一个专门的机制，叫做传输信号拷贝，或者叫正向模型。说白了，当你大脑发出指令让你说话的时候，它同时会把一份指令的拷贝发给听觉皮层，提前告诉听觉皮层，我们要发出声音了，下面你要听到的声音是我们自己发的。这个提前通知会让你的听觉皮层对自己声音的响应产生某种抑制，降低对自己声音的处理敏感度。为什么要这样设计？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神经机制。想想你的日常生活，你在说话的时候，你需要同时听周围环境的声音。如果你的听觉系统对自己的声音响应太强烈，你自己的声音就会把所有其他声音都盖掉，你就没办法同时倾听别人说话，没办法注意到周围的危险。所以大脑用这个抑制机制，把自己声音的主观响度压低一点，让你在说话的同时还能感知外部世界。这个机制的结果是，你在说话的时候，你听到的自己的声音，实际上是被你的大脑主动处理过的，主动压低了某些频率的感知，主动忽略了某些成分，让你对自己的声音有一个习惯化的模糊的印象，而不是一个精确的客观的印象。但是录音回放的时候，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大脑没有发出说话的指令，所以没有传出拷贝，没有提前通知听觉皮层，没有抑制机制启动。你的听觉皮层以完全正常的不加抑制的方式处理那段录音，结果就是同样的声音，因为没有了那个抑制，你对它的感知会更清晰、更锐利，更不经过任何处理，细节更暴露，缺陷更明显。用一个不太精确但有帮助的比方，平时你听自己说话是一种带着滤镜的听，你的大脑给自己的声音加了一层好听的滤镜，让你不觉得刺耳，不会被自己的声音干扰。但是录音回放是把那个滤镜摘掉之后的裸听，所有的毛边，所有的嘶哑，所有的气流杂音全部都清清楚楚。这就是为什么录音里的声音不只是不同，而是会让你觉得难听，因为你是第一次以那种不加抑制的方式去听一个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的声音。好，说到这里还有第三个原因，涉及到录音技术本身。录音设备不是一个完美的声音复制机器，麦克风的频率响应不是绝对平坦的，某些频率会被拾取得更多，某些会更少。廉价的麦克风频率响应曲线可能有明显的起伏，可能对某些频率过于敏感，让声音听起来发尖，或者对低频拾取不足，让声音更薄。
然后是录音格式和压缩。很多日常录音，比如手机录音、视频里的声音，都经过了音频压缩。压缩算法会舍弃一些人耳不太容易察觉的频率成分，降低文件大小。这个压缩虽然设计上是尽量不影响听感，但总归会造成一些微小的音质损失，让声音的某些质感丧失，听起来更平、更干、更缺少立体感。还有录音的空间环境，在一个混响很少的房间里录音，比如一个小而没有回声的房间，声音听起来会很干、很近、很直接，没有任何房间的空间感。而我们平时说话，周围总有一定的混响，就算是一个普通的客厅，也有轻微的回声。这个回声会给声音增加一种空间感和丰满度，所以录音里的声音往往会比真实的声音听起来更干、更单薄，缺少那种生活里的空间感。把这3个原因加在一起，骨传导低频的消失、大脑抑制机制的撤除，以及录音技术的不完美，三者同时作用，录音里的声音和你自己认为的自己的声音相差就非常远了。好，那既然讲清楚了为什么录音和真实声音不同，我们来解决另一个问题：别人为什么不觉得录音里的你的声音难听？这个问题暴露了一个我们每个人对自己声音的认知偏差。别人听你说话，一直以来听到的就是气导版本的你的声音，那就是你声音的真实面目，那才是客观的你的声音。他们对你声音的印象建立在这个客观版本上。你自己听自己说话，听到的是气导加鼓导叠加的版本，那是一个只有你能听到的版本，是一个主观的偏向低频的版本。你对自己声音的印象建立在这个主观版本上。当你听录音，听到了那个客观版本，觉得不对，觉得陌生，是因为你拿它和那个主观版本对比，然后发现不匹配，就觉得那个客观版本是错的，是难听的。但实际上，那个客观版本才是你在别人耳朵里的声音，是你和这个世界交流时别人真实接收到的信号。你觉得自己声音难听，别人不觉得，是因为你们拿来对比的参照物不一样。你的参照物是那个被鼓导加持过的低频丰富版本，别人的参照物就是那个录音里的版本。所以，更准确地说，不是录音让你的声音变难听了，而是骨传导让你平时听到的自己的声音变好听了，变了一个样，而录音只是还原了真实。这是一个关于自我感知的有趣陷阱。我们用一个被修改过的版本来认识自己，然后当看到未修改版本的时候，反而觉得那个才是错的。说到这里，可能有人要问，那有没有办法让录音里的声音听起来更接近我自己听到的声音？理论上有，但很麻烦。你可以在录音设备上做一些频率补偿，把低频增强，把整体的频率曲线向低频方向调整，让它更接近鼓导加气导叠加的效果。这是音频处理里的一个技术，用均衡器来调整频率响应。但问题是，每个人的鼓导特性是不一样的，取决于你的颅骨密度、形状、颌骨结构。这些差异导致每个人鼓导对低频的增强程度不同，没有一个通用的设置可以让所有人听起来满意。而且，就算你调出来了一个你觉得和自己声音很像的版本，别人听了可能还是觉得怪。因为对别人来说，那个版本和他们认识的你的声音又不一样了。所以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是无解的，因为你和别人听你声音的物理条件先天就是不一样的，永远不可能让同一段录音同时满足你和别人的预期。还有一件事值得说，就是我们对自己声音的这种认知偏差，有没有对应的训练或者适应方法？有的。职业播音员、主持人、歌手，他们经过大量的训练，反复听自己的录音，反复对比，反复调整，时间长了之后，他们的大脑会逐渐更新对自己声音的模板，把录音版本的声音纳入进来，不再觉得那么陌生和难听了。这个适应过程在神经科学上是一种听觉自我感知的重新校准，是大脑可塑性的体现。普通人因为不常听自己的录音，大脑里的自我声音模板一直停留在那个鼓导加气导的版本，所以每次听录音都觉得陌生。
但是，如果你坚持每天听自己的录音，哪怕听起来难受，坚持几个星期，你会发现，慢慢的，那个陌生感在减弱，你开始对录音里的自己的声音有了新的认知，也开始更客观地认识自己的声音。很多需要经常在镜头前或者麦克风前讲话的人都会经历这个适应过程。最开始都觉得自己的声音很难听，但随着不断的听，不断的调整，这种不适感会越来越小。这个过程其实揭示了一个更广泛的心理学规律，叫做曝光效应，也叫单纯接触效应。简单说，就是你接触一个东西越多，对它的喜好程度就越高。即使一开始觉得它不好看、不好听，多接触几次之后，态度会变得更正面。这个效应在声音上同样成立。你听自己录音越多，觉得它越来越正常，越来越不难听，直到最后，你甚至可能会觉得，哦，这个声音好像也还行。但是，第一次听自己录音的那个冲击感，几乎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因为那一刻，是你第一次听到别人耳朵里的你和你自己认识的你，两者之间的巨大差距同时呈现在你面前。我们再说最后一个维度，就是心理层面的东西。我们人类对自己的外貌和声音都有一种自我美化的倾向。研究表明，当你看镜子里的自己，你觉得自己还挺好看的。但如果把你的正面照片和一张镜像的照片，也就是和你平时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方向相反的照片，混在一堆照片里，让你来挑哪张照片里的人最好看，你往往会选那张镜像的，也就是你熟悉的那个方向的自己。而你的朋友更可能选正面照，因为那才是他们平时看到你的样子。声音也是同样的道理，你习惯了那个鼓捣加持的版本，你对那个版本有感情，觉得那个才是你，才是好的。录音版本是陌生的，陌生的东西本能上就会让人觉得不舒服，更别说它和你自我认知里的形象不符，这种不符本身就会引发额外的排斥感。这是心理层面的自我一致性需求，人对自己有一个稳定的自我形象，一旦外部信息和这个形象不符，就会产生认知失调，而认知失调让人不舒服，于是就把那个外部信息判定为不好的、不对的、难听的。所以你觉得录音里的声音难听，有一部分原因是你的大脑在保护你的自我认知，它在说，不对，这不是我，我不是这样的，这个声音是错的，但现实是，那才是你。好，我们来整体梳理一下今天讲的内容。录音里的声音听起来陌生而难听，原因来自3个层面。物理层面，你平时听自己说话，接收的是气导和鼓导2条路径叠加的声音，鼓传导对低频的增强，让你自己听到的声音更低沉丰富。录音只录到气导部分，低频增强消失，声音变得更细薄，和你的记忆不符。神经层面，说话时大脑的传出拷贝机制会抑制你对自己声音的感知，让你对自己声音的印象是模糊的，经过处理的。但听录音时没有这个抑制，声音的所有细节完全暴露，包括你平时注意不到的那些不好听的部分。心理层面，人对自己的声音有稳定的自我认知模板，录音和这个模板不匹配，触发认知失调，大脑把那个不匹配判定为不好听。同时，曝光效应解释了为什么经常听录音的人会逐渐适应，不再觉得难听。我觉得这件事最值得说的地方，不在于声音本身，而在于它暴露了一个我们几乎从来不会去想的事实：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了解比我们以为的要少得多，而且我们以为的那个自己，很多时候是被我们自己的感知系统精心加工过的一个版本，不是客观的，不是别人眼中和耳朵里的那个。你听到的自己的声音是你专属的一个版本，别人听到的你的声音是另一个版本。这2个版本永远不可能同时被同一个人听到，除非你是别人。好，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李一杂谈，我们下期再见。